前段时间软件板块暴跌，有一家公司股价从高点跌了35%，同期它的营收在涨，EPS 在涨，管理层还把全年的指引上调了。关键是他手里还握着300多亿美元的现金，每天都在产生利息。这家公司不是 AI 公司，它赚的是算错工资就要挨罚的钱。大家好，欢迎来到 Insight Frontier。上一期我们聊了一个核心观点，软件板块的暴跌不是普通回调，而是市场在对整个行业重新定价。AI 打破了软件行业最舒服的按人头收费的模式，很多没有造血能力的软件股，先是估值被砍，然后盈利预期再被下调。那软件板块是不是完全不能碰了？也不是，但你不能再赌那些把 AI 讲成玄学的公司，而是要找那些 AI 再聪明也替代不了其商业本质的刚需资产。今天我就直接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标的，美国最大的人力资源与薪酬管理巨头 ADP。它不赚讲故事的钱，它赚的是算错就要挨罚的钱。看完这期，你会明白为什么 ADP 不是一家软件公司，而更像是一家合规保险公司加上影子银行。先搞清楚 AI 的本质。目前生成式 AI 是概率模型，它很擅长生成东西，文案、代码、会议总结，就算偶尔出现幻觉写错了，修改一下就好，成本极低。但在 ADP 所处的发工资和算税的场景里，规则完全不同。每个月发工资那天，老板最怕的不是员工抱怨钱少，而是钱算错、税扣错、社保漏交、跨州税务报错等等。在这些事儿上，没有大概和也许，只有0和100。算错1分钱，轻则员工炸锅，重则面临国税局的巨额罚款、税务审计，甚至集体诉讼。这里有3个 AI 根本跨不过去的护城河。你可以让 AI 写一个计算工资的 Python 脚本，但钱发错了谁来担责？AI 公司会替你交国税局的罚款吗？不会。企业用 ADP 买的不只是计算软件，而是责任外包，出了问题有人兜底儿，这是任何 AI 工具都给不了的承诺。这就是我说它像合规保险公司的原因。企业交的那笔服务费，本质上是在买一份出事儿有人兜底的保险。从入职备调、考勤打卡、医疗福利扣除、401k 的缴纳、工伤保险到离职清算等等，更关键的是，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的州税、地税，甚至某个县的劳动法都不一样，且每年都在变。AI 或许能查到某个州的税率，但要把这些动态变化的法规无缝且零失误地嵌入几百人的日常薪酬流水线，企业根本错不起。监管法案越繁琐，企业主越头疼，就越想把这口大锅直接甩给 ADP，这是一个反常识的逻辑。监管压力反而是他最好的销售员。这里我必须主动回答一个问题：ADP 这么传统，AI 会不会从内部颠覆它？事实上 ，ADP 自己就在大力推进 AI。他们2025年推出的平台拿下了2025年度最佳的 HR 产品奖。他们的 ADP Assist 深度嵌入了薪酬和 HR 工作流，可以做数据异常检测、合规预警、实时分析。所以 ADP 的护城河从来不在于拒绝 AI，而在于即便 AI 工具全面普及，合规责任的外包需求依然存在。而这个责任链条是任何 AI 公司都不会也不敢去承接的。ADP 用 AI 提升效率，但它卖的核心产品是担责能力，这两件事不矛盾。ADP 的收入来源主要是2大块，加上一个大多数人忽视的第3块。雇主服务是最基础的部分，企业自用的工资、HR、时间管理系统，无论经济好坏，只要公司没破产，每个月总要发工资、扣税、出报表，这个需求极其刚性。第2是专业雇主组织，很多人不懂的部分，核心叫共同雇佣。假设你开了个几十人的科技公司，想给员工提供媲美谷歌的顶级医疗保险，但是规模太小，保险公司不给你好的价格。这个时候 ADP 说，名义上你的员工也是我的员工，我把全美几万家中小企业的员工打包，集中去跟保险公司谈判，拿到一个极低的团体费率。在这种模式下 ，ADP 接管了工资、报税、合规、工伤理赔等等。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活下去的救命稻草，所以它的转换成本极其高昂，一旦用上，几乎不可能换掉。
最新的财报显示，整体营收同比增长6%，调整后 EPS 同比增长11%，全年 EPS 指引上调至9%到10%。股价虽然跌得一塌糊涂，但是基本面在讲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然后来到了真正的重头戏，第三块，客户资金利息。ADP 发工资的流程是这样的：企业必须在发薪日之前把工资和税款全额打到 ADP 的账户，然后 ADP 再按发薪日分发出去。这中间有时间差，所以这笔钱就停留在他的账上。根据 ADP 的资产负债表，这个客户的资金池规模高达约300亿美元。这就是我说它像影子银行的原因。钱不是你的，但是你可以拿它去生息。这跟巴菲特最喜欢的保险浮存金逻辑如出一辙。ADP 把这笔钱投在3A 或2A 级高信用评级债券上，极度保守，绝不拿客户的钱去冒险。2025财年，这部分利息收入达到了约12亿美元。而最新的业绩电话会上，公司把26财年全年指引上调到了13.1亿至13.3亿美元。这是一条几乎不需要任何额外成本投入，近乎100%纯利润率的收入来源。只要美联储维持一定的利率水平，这300多亿每天都在产生利益。把这3块放在一起，业务极其的刚性，加极高的合规壁垒，加附带一个躺赢的利息发动机，这就是为什么机构把 ADP 定义为教科书级的避险资产。说到这里，你肯定要去查股价，然后问，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跌得这么惨？ADP 的股价从25年6月的52周高点320多，一路跌到了现在的210多，从高点算下来，跌幅超过30%。华尔街主流分析师目标价中位数在274附近，所以即便按照最保守的机构预期，当前股价也有约25%的上行空间。所以问题不在基本面，而在市场结构。美股市场里，被动资金和量化交易占了极大的比重。ADP 在行业分类上被归进了科技、软件、企业服务板块。当大资金开始抛售软件股以规避宏观风险的时候， ADP 即便基本面再稳，也会作为一揽子股票里的成分股被程序机器人无情抛售。这就是系统性的市场结构问题，跟 ADP 的经营质量没有任何关系。再看估值，过去几年市场愿意给 ADP 约30倍的 forward PE， 而现在远期市盈率已经压缩到不到20倍，处于近几年的历史低位。对照基本面，营收、EPS 指引都在上调，同时还宣布了6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这就是典型的错杀，股价在反映悲观的情绪，但是公司的经营现实完全是另一个故事。情绪的冰点往往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时机。接下来说风险，买 ADP 不是在赌 AI 技术，而是在跟宏观经济周期博弈。ADP 的底层逻辑是发工资的人数和工资总额。如果美国经济陷入实质性的衰退，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大企业疯狂裁员，它的2大核心业务都会直接受损。这是你建仓前必须持续追踪的核心变量。成也利息，败也利息。那300多亿的资金池是以当前利率水平为前提才能产生13亿收益的。如果美联储快速降息，这部分高利润收入会被直接压缩。距离3月议息会议很近了，这是今年第一个真正会给出明确降息路径信号的会议。在这个靴子落地之前，大资金不会轻易进场，而这个会议的结果将直接决定接下来哪个场景会成为现实。总结下来就是 ADP 的估值压缩至近几年的低点，基本面依然稳健，最新的财报强劲，而且指引上调。但当前受制于降息预期不确定性与板块连带的抛售压力，股价从高点大幅回撤。现阶段应该保持观望，将其放入核心备选池，等待议息会议结束后的建仓机会。在现在的软件板块里，与其在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 AI 叙事里找翻倍神票，不如找这种把不确定性和法律合规卖成刚性服务的收税型公司。真正让你亏大钱的，往往不是错过了某只暴涨的妖股，而是在趋势不明朗的时候买入了商业模式极其脆弱的标的。最后，感谢大家点赞、评论支持。大家还有哪些想聊的内容，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下期见。